你们敢信吗？就在全世界都在为各种大模型和生成式 AI 疯狂砸钱，恨不得把底裤都投进去的时候，一家来自东南亚，平时在新闻里根本没人注意的系统集成商，居然在北美市场一口气狂揽了 2.7 亿新元的天价订单。这可是刚刚过去的2026年第一季度啊，同比暴涨了惊人的 74.6%。更离谱的是他们的电气化业务，单季就拿下了 1.778 亿新元，涨幅高达极其恐怖的 393%。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一家新加坡本土的企业能在科技最发达的北美市场疯狂收割大单？答案其实就藏在4个字里：物理 AI。大家想一想，当全世界都在为虚拟世界的狂欢而沸腾时，支撑着这些 AI 运行的物理底座，也就是那些极其庞大的数据中心，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电力瓶颈。大家一定要记住一句话， AI 的尽头是算力，而算力的尽头绝对是电力。没有电，再牛的 AI 也只是一堆废铁。CSE 环球在北美拿下的这些惊天大单，做的恰恰就是数据中心的电源管理系统、预制化电力模块和变电站自动化。他们等于掌握了数字世界神经网络最核心的物理集成密钥。但这就不禁让人产生了一个巨大的疑问，难道堂堂科技霸主美国，现在连自己建变电站的人才都没有了吗？没错，美国现在真的缺人，而且缺的根本不是什么高大上的金融精英或者代码大神，而是那种能弄脏双手、懂复杂电路的高级技术蓝领和集成工程师。CSE 环球之所以能在大洋彼岸如鱼得水，赚得盆满钵满，本质上就是因为北美市场正在为过去几十年的去工业化疯狂还债。大家想想，美国的教育和职业重心是不是早就转向了华尔街的金融游戏和硅谷的纯软件开发？微软总裁布拉德·史密斯都已经公开承认了，电工短缺已经成了限制数据中心扩张的第一大致命障碍。美国国际电工兄弟会甚至把这称为大型科技公司的生死存亡考验。我们来看一组极其魔幻的现实数据吧。到了2026年，仅仅是为了应对 AI 驱动的数据中心需求，美国电工的缺口就超过了30万名。30万啊，家人们，这是什么概念？一方面，每年有2万名经验丰富的资深老电工退休，带走了宝贵的现场经验。而另一方面呢，现有的教育体系量产了无数只会写 Python 代码的程序员，却极少去培养那些能搞懂高压电力系统、复杂机电水暖集成以及实时控制逻辑的硬核工程师。这种巨大的技能断层和时代错位，恰恰为保留着深厚工程底色的新加坡企业硬生生撕开了一个历史性的巨大风口。那么问题来了，全世界那么多企业，为什么偏偏是新加坡？新加坡能一口吃下这波泼天红利，你以为仅仅是靠成本优势吗？大错特错，靠的是一套极其独特的集成哲学。作为一个土地资源极度匮乏的城邦国家，新加坡的工业发展史简直就是一部在极度有限的空间内实现极致集成的血泪史。我们的教育体系，特别是公益教育学院和各大理工学院，长期以来都在死磕那种最硬核、最接地气的集成系统培训，这就培养出了一大批既懂硬件，又懂软件，更懂怎么把不同供应商的设备无缝拼接到一起的复合型神仙人才。如果你去对比霍尼韦尔或者施耐德这些国际巨头，你会发现 CSE 环球最大的杀手锏，居然是供应商中立。北美那些财大气粗的数据中心客户，现在极其害怕被单一品牌死死绑定，万一哪天被卡脖子了怎么办？而 CSE 环球呢？他们就像搭乐高积木一样，能够极其灵活地为你整合全网最顶尖的技术和设备。这种不被绑架，完全以客户需求为导向的灵活性，在当今这个巨头垄断的市场里，简直就是一股清流。正是这种刻在骨子里的集成基因，让他们在强手如林的北美市场拥有了无可替代的话语权。但这仅仅是他们称霸北美的一半秘密。你以为光靠技术灵活就能在北美横着走吗？
太天真了。CSE 环球真正的大招是直接颠覆了传统的施工模式，他们搞出了极其惊艳的预制化模块方案。既然你们美国现场缺工人，施工进度慢得像蜗牛，那好， CSE 干脆就不在现场干了。他们直接在受控的工厂环境下，把庞大的电力分配中心和预制化设备房全部造好。这种工厂制造、现场插入的降维打击模式，硬生生把现场施工的时间缩短了 40% 以上。这在分秒必争的 AI 时代，简直就是无价之宝。而且，他们还在全球14个国家进行了深度布局，真正做到了全球采购、本地集成、跨境交付。家人们，在今天这个支离破碎、处处都是壁垒的全球供应链里，这种能够随时切换身段的全球连接者，真的是太稀缺、太宝贵了。他们不仅完美解决了美国缺人的痛点，更用这种降维打击的超高效率，彻底征服了挑剔的北美客户。不过，如果你以为这只是一场单纯的商业胜利，那就把格局走窄了。在那些嗅觉最敏锐的资本眼里， CSE 环球的价值正在经历一场史无前例的疯狂重估。业内现在都在说，这是一个让人坐立难安的非金发姑娘经济时代。中美科技脱钩愈演愈烈，全球秩序不断碎片化，再加上气候转型的长期高压，让国家安全直接成了跨境投资的第一考量。在这个被称为资本现实主义的残酷时代，政客们天天把脱钩挂在嘴边，但是聪明的资本却在满世界疯狂寻找像新加坡这样能够完美跨越2个系统、2套标准的桥梁国家。美中 AI 竞赛带来的数据中心狂热，北美技工工资飙升 30% 带来的严重通胀，还有能源转型对微电网的迫切需求，这3大宏观变量全都在给 CSE 环球的业务疯狂添砖加瓦。这就是为什么在2026年3月，在淡马锡旗下控股股东的强力推动下， CSE 环球突然宣布启动战略审查，而且居然已经收到了非约束性的初步收购意向。资本的嗅觉永远是最敏锐的，市场已经彻底意识到了这种桥梁资产的绝对不可替代性。无论未来是并购还是重组，这套成熟且能无缝进行跨境迁移的工程能力，就是他们在这个动荡时代最坚不可摧的护城河。剥开这 2.7 亿新元天价订单的华丽外衣，我们到底看到了什么？我们看到的是2026年全球商业一个极其硬核的真相。无论生成式 AI 在天上飞得有多么炫酷，无论自动化技术看起来有多么科幻，数字世界拔地而起的无尽繁荣，最终都必须死死扎根于坚实的物理基础设施，也必须依赖那些真正懂得如何连接这些设施的人。新加坡企业之所以能在北美的电力缺口中强势补位，大杀四方，恰恰是因为我们死死守住了工业精神的底色，守住了对集成的精益求精和对物理世界的深深敬畏。在喧嚣浮躁的资本市场和冰冷孤独的数据中心之间，这一代东南亚的工程师们用一种脚踏实地的温暖集成，架起了一座跨越太平洋的技术之桥。这绝对不仅仅是一次极其成功的商业出海，更是一部关于人类如何通过协作，在能源与数字的裂缝中寻找未来的商业史诗。如果你也对东南亚科技出海和宏观商业逻辑感兴趣，别忘了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最后，我想问问大家，在 AI 越来越虚幻的今天，你觉得下一个会彻底爆发的物理 AI 风口，究竟会藏在哪个不起眼的传统行业里？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我们下期不见不散。